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家公司，它不生产飞机，也不制造飞弹，但如果没有它，波音公司跟空中巴士的飞机根本飞不上天，美军的爱国者飞弹也无法精准的拦截目标，你相信吗？Hello， 各位，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5月12号周二的晚上9点。今天一样来做一期深度硬核的财报解析。那要讲的是哪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我在年初Stephen Crisis 那支影片1月12号买进了那 Top 10的其中一家公司，那就是 ATI。很多散户对这家公司可能很陌生啊，但它其实是全球航太与国防产业背后的隐形王者。在过去这几季，当大盘因为通膨、降息预期反复震荡的时候，这家公司却默默的缴出了极度惊人的成绩单。他们在2026年的第一季未交付订单 backlog 创下了4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且他们在2025年全年调整后的 EBITDA 达到了 8.59 亿美元，年增 18%， 并霸气的宣告2026年的 EBITDA 目标是10亿美元。今天的影片会非常长，资讯量极大。如果你是认真想要寻找下一个具备深厚护城河且长达10年超级周期保护的投资标的，请务必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我会为你拆解 ATI 为什么能垄断市场，他们与波音和空巴的秘密协议，以及为什么这档股票的毛利率能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好了，在开始前也不要忘了帮我把影片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如果你们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 ATI 到底是在做什么的。简单来说，他们是特种金属与高性能合金的全球领导者。这不是一般的钢铁厂，他们生产的是用在飞机引擎最核心、温度最高区域的超合金，以及核子潜舰飞弹上的特殊钛合金与锆合金。在2019的时候，这家公司的利润率大概只有 10.7% 左右，但到了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ATI 进行了激烈的80-20法则转型，砍掉了低毛利的工业、医疗和电子业务，将产能全力集中在航太与国防 A&D 以及特殊的能源市场。大家可以看看这张2026年第一季的法说会记录，这是他们转型成功的终极证明。ATI 在这季的调整后 EBITDA 达到了 2.32 亿美元，利润率正式突破 20% 的大关，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超过300个基点。而且航太与国防业务的占比也高达 69%， 并预计在2026的全年会超过 70%。 这代表什么？这代表 ATI 已经不再是一家容易受到原物料报价波动影响的周期性公司，而是一间拥有多年代工合约保护、具备强大定价权的航太防务特种部队。我们进一步把它的业务拆开来看， ATI 最大的成长引擎，也是护城河最深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商用飞机引擎 Jet Engine。2025全年，他们喷射引擎销售额暴增了 21%。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在飞机引擎中最先进、最难制造的7种超合金当中， ATI 生产了其中6种，而且其中有5种 ATI 是全球的独家供应商。这也就是为什么波音跟空中巴士不能没有它。除了飞机的制造 OEM， 更暴利的是售后维修市场 MRO。大家都知道，飞机引擎是消耗品，需要定期大修。ATI 目前引擎营收有一半都来自这个 MRO。根据航空顾问公司 RVYman 的产业报告指出，全球商用航空 MRO 市场在未来10年将以惊人的速度成长，预计到2033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250亿美元。同时，波音与空中巴士目前的未交机积压订单 backlog 合计超过 1.4 万架飞机。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外部数据，你就会明白 ATI 的 CEO Kimberly Field 为什么在法说会上这么有底气。因为不论是波音737、787还是空巴的 A350， 新飞机要出厂需要 ATI
旧飞机要在天上飞，要维修，也需要 ATI 锻造的涡轮盘与零件。在2025的第2季与第3季 ，ATI 更宣布了2项震撼市场的重磅合约。第一，他们成为了空中巴士这个扁平杂质钛金属的第1大供应商，预计从2026年起，对空巴的营收将直接翻倍增长。第二，他们与波音签署了新的长期保证数量合约，涵盖了他们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厂的高阶钛合金板材。这种长期合约 LTAs 的好处是什么？合约里面包含了通膨与成本转嫁机制 pass through， 也就是说，不管原物料怎么涨，关税怎么收 ，ATI 都能把成本转嫁给客户，确保自己的毛利率永远维持在最高档。讲完了商用飞机，我们来聊聊另一个让投资人热血沸腾的板块——国防防务。各位观众，现在的国际局势不需要我多说明吧？各国都在疯狂的扩充军备，而 ATI 刚好站在了这个国防超级周期的风口浪尖上。2025年的第3季，他们的国防营收年增率高达惊人的 51%， 甚至连续3年保持双位数的成长。根据斯德哥尔摩的这个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全球军事支出已连续多年创下历史新高，突破 2.4 兆美元的大关。特别是在什么飞弹防御系统跟核子潜艇上的投资，呈现这个指数级别的增长。ATI 的材料不只用在天上的军机，我们来点名一下他们的王牌专案。第一个飞弹系统，这个爱国者3型、萨德以及战斧巡歌飞弹，这些飞弹的推进系统跟结构极度依赖 ATI 的钛、镍还有铬这个合金。他 CEO 也直接说了，飞弹相关的营收是翻倍式的增长。客户甚至在政府拨款下来之前，就已经急着先下订单卡位了。那第二个是核子潜艇 ，ATI 最近与美国海军核子专案续签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约，预计将带来高达10亿美元的营收，这比上一份合约翻了1倍以上。当全世界都在抢军火的时候，军火商们正排队抢 ATI 的特殊金属。这个最经典的什么？淘金热食，卖产值人最赚钱，这个投资逻辑。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 8CGD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部影片来看。我们接下来到这个 Thinking Alpha 来看一下 ATI 这家公司，它目前的股价是这个 158.4， 那今年是已经涨这个 38%， 那一年它是已经涨了 115.8%。那这家公司的市值目前是 21.99 billion， 其实不大，还是有非常多的成长空间。现在这个量化评级是在双败 4.76 分。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Quant Ranking， 它是在这个 Industrial 这个 Sector，Industry 是在这个 Aero and Defense， 就是航空与国防，在所有公司里面4253家，非常快分数排150名。那在这个 Sector 呢，609家排第11名。那在这个 Industry 是68家排第1名。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Factor Grades， 就是它的 Valuation， 过去6个月跟3个月都是 C 减，那现在掉到了 D。那成长性是从 A 到 A 减到 A 减 ，Ability 是 B 到 C 加，再到 B。那 Momentum 是 A 到 A 加，目前是 A， 所以 Revision 是 A 加到 A 加到 A 减，所以整体表现其实都还算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损益表的这个部分 ，Revenue 差不多都是维持在1多1100的这个 million。具体看一下它的毛利率。毛利率是有一个稳定的增长，从以前差不多20到 21.8、23.3到 23.77 到 23.89， 所以毛利率是逐渐来变高。那营业利率也是逐步的攀升，从以前那个 12.57、13.33、14.41、15.11、14.54到 16.14， 所以这一届 Operating Income 也是创新高。所以它的 EPS 应该也是有创新高，从 0.67、0.7、0.78、0.69 到 0.85， 所以这家公司其实真的有在转型，它的成本结构是有越变越好。那再具体往下看，这里它的 EBITDA 刚刚有提到 ，EBITDA 这一季也是跳到230，之前差不多是在160、193、205、212、199到230，也是逐步的往上，所以它整体的损益表还是不错的。好，我们接下来看这家公司的现金流量表。
好，可以先看到营运现金活动波动是看起来是比较大的，之前有到300多，有变成负的，现在这一季是100多，但上一季又到300多，所以波动是蛮大的。这一季比较大的波动在存货这个部分。下面投资现金活动差不多是维持在双位数，主要都是花在资本支出上面，蛮稳定的，这比较稳定。那下面这个融资现金活动可以看到这边比较有意思，他们是有发债又还债的，这边是有还债的。他们发债拿去做什么？这个是发债。他们发债去买回他们自家的股票，而且一直在买。你看这个 repurchase of common stock， 他们发债再买回他们自己的股票，所以他们可能是非常看好自己公司，所以才把那个股票买回来。融资现金活动差不多也都是负的，一直在买自己家公司的股票。Net change in cash 前几季都是比较多，但这几季比较双位数的正负。那再往下看到自由现金流的部分，大多数都是正的，有几季有跳成负的，但这一季相较上一季掉下来比较多，应该是存货的关系，所以营运现金流量掉下来比较多，所以自由现金流量相较也是掉下来比较多。但整体来看，它整份现金流量表还是可以的，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他们一直买回自己公司的股票的行为。好，那具体再来看一下它资产负债表的部分，它的现金跟短期投资差不多在 7-8% 左右，近期在 7-8% 左右。应收是13-14%，这两季13-14%比较多，存货差不多28到30%左右，所以它 current asset 就是流动资产稳定在50几%左右。厂房与设备差不多30几%，再往下看这个流动负债差不多是在20%左右，20%左右，所以流动资产是相较流动负债是很多的但他们存货比例也占了很大一个部分，所以流动资产差不多是 2.5 倍的流动负债，流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再往下看可以看到他们的 retain earning保留盈余也是逐步每年在越变越高的，还有一个重点，这个 treasury stock 就是他们自己的库藏股也是一直在买，他们自己库藏股的比例也是逐步在垫高，这几季都保持在 10% 左右。好，所以这个是它的资产负债表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看这家公司的这个 factor grade， 我们先从这个 valuation 就是估值开始看，这家公司估值的分数是低，这家公司的估值是太高了。你看它 PE non-GAAP forward 到多少 36.41， 它同行的中位数大概20，所以是高估了 80%。那这个如果 PEG non-GAAP forward 的话是 1.39， 同行是 1.73， 把成长考虑进去勉强还可以看。但你看其他 EV 除以 sales 下面这个 PS 这些估值都是比同行高估了大概1倍左右，都是高估蛮多的，所以这家公司目前的估值不是很好，在市场上是太贵了。好，那接下来看成长性的量化分数拿到是 A 减，你可以先看它的 revenue growth forward， 就是营收的未来的成长性是 7.55%， 同行大概 6.33%， 所以是比同行好一点点。那如果是 EBITDA growth forward 就比同行好很多了，同行大概 8.39%， 它是 18.3%。往下看这个 EPS forward 同行只有 11%， 它是有到 30% 的。那如果是远期的3到5年这个 EPS forward 的预期的话，同行是 12%， 他们是 26%。可以具体看一下自由现金流量的成长，它同行基本上没什么成长，它是 469.19%， 所以这个是同行非常多，所以整体他们成长性都是比同行还要好上不少，所以拿到这个 A 减这个分数。好，那接下来看获利能力，他们拿到是 B， 整体是 B 这个分数，毛利率跟同行略低一点。那我是 EBITDA 比同行高一点点，那如果 Net Income 也比同行高一点点，自由现金流量也赢同行一点点。那如果是 ROE 赢同行蛮多的，同行只有 12.67， 他们是 23.36， Cash from Operations 也是比同行还高，营运现金流量是大概比同行多1倍，所以 Profitability 也比同行略好，所以拿到 B 这个分数。好，那接下来看动能，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走的都比同行还好。同行3个月还是跌的，他们涨了 16.18%， 6个月跟9个月就赢同行非常多了。他们同行6个月跟9个月差不多涨 10% 左右，那他6个月涨 64%， 9个月涨 121%， 1年的话差不多 125%， 同行只有 20.89%， 所以动能是比同行强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再来看这个 Revision 分析师怎么看这家公司的。可以看接下来未来这个财年结束，近3个月的分析师有7个上修他的 EPS， 0个下修他的 EPS， 那4个上修他的 Revenue， 3个下修他的 Revenue。 那如果是看 Quarterly 以季来看，下一季6个分析师上修他的 EPS， 0个分析师下修他的 EPS， 那 Revenue 是5个分析师上修他的 Revenue， 那2个分析师下修他的 Revenue， 所以整体来说上修的分析师还是比下修的还多，所以他 Revision 拿到的这个分数是多少？ A 减这个分数是不错的。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
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到 TradingView 来看一下 ATI 现在这家公司的线型。基本上均线一样，全部都是多头排列，20、60、120、200，完全都是多头格局的。近期在250日新高，这里进行一个 VCP， 如果看得出来，这边应该就是标准的 VCP， 之后应该高几率会喷出去。这里20跟60日这边修正下来后，这边都没有交叉哦，月线跟季线。20NA 跟60NA 跟21NA 跟60NA 在这边都没有交叉。我们看一下抵扣价位会怎么走。抵扣价未来20日会掉下来，那60日会爬上去。所以简单来说，它可能在这里还会再修正一下，但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应该差不多要喷了。等这个60往下掉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要喷出去的时间，当然也有可能会更早。那现在是准备创250日新高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边其实是一个还算不错介入的点位，但是重点要关注未来这边会走上去，还是未来会交叉下去。但我觉得走上去的几率应该会比较高一点，这个是我对 ATI 这家公司技术分析的看法。那么这家公司未来的财务展望如何？我们来看看他们2025年 Q4 释出的最新2026年全年指引。新任的这个 CFO Bob Foster 给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2026全年 EBITDA 预计达到$10亿的中位数，年增 16%。而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叫做这个3重威胁：更高的设备转嫁率、更高的良率以及扩充制造能力。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不盲目盖新厂，而是进行去瓶颈化，这个 debottlenecking。举个例子，他们只花$1500万的小额投资，升级镍熔炼设备，就能让产能增加 8% 到 10%， 这种投资回报率 IRR 是超过 30% 的。当然，作为一个专业的财经频道，我们也必须指出潜在的风险。第一个当然是这个关税与贸易战的风险，管理层有提到说，这确实影响了部分的工业客户的下单意愿。但好险 ，ATI 有坚强的合约保护，成本可以转嫁。第二点是这个空巴与波音的供应链问题，波音的产能恢复如果不如预期，可能会影响短期的拉货节奏。但正如 ATI 的管理层所说，这是长期需求的递延，而不是需求消失了。客户甚至恳求，只要有任何产能空出来，他们都全部想要包下来。总结来说 ，ATI 已经完美蜕变，他们手握$41亿的这个创纪录订单。超过 70% 的营收来自毛利极高的航太与国防市场。不仅如此哦，他们的自由现金流极度充沛，在2025年花了$4.7亿疯狂回购自家的股票，这也显示管理层对未来的股价是极度的看好。如果你相信未来10年全球出国旅游的人数会持续增加，如果你也认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短期内不会结束，那么像 ATI 这种掌握最上游的这个核心材料，拥有绝对技术垄断权的公司，绝对值得放入你的观察名单。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这支影片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阅读，还有整理近几季的法说会资料。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的投资思考有帮助，请务必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身边在投资美股的朋友。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认为在接下来的5年是商用航太的增长会为 ATI 带来更多的利润，还是国防飞弹系统的爆发力会更强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会亲自的回复大家。如果大家未来想看哪一些公司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许愿，我看到的话，我可以考虑做一起来分析。好啦，今天就讲这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